炼气9层，傀儡术初窥门解，父母体内的烛气也排得差不多了。阴灵藤在黑土地中分株存活，是时候让他们也踏上这条路了。大人，您吩咐。拿着，这是你1年的丹药用度，好好修炼，护好我父母，用心保护。下面还有，若心不在焉，小心。谢大人，谢大人厚赐。大人放心，属下一定尽心竭力，肝脑涂地。此物能压制你体内毒素半年时间，届时记得找我拿解药。是，属下明白。平儿，这是啥？爹，娘，这叫5行阴灵藤，吃了它就有机会生出灵根，引天地灵气入体。你们亏损的元气，自己就能补回来，寿元也能大大延长。平儿，这东西太金贵了。你爹娘活了大半辈子，黄土都埋脖子根儿了，吃了这个不是糟蹋天物吗？你留着，你用得着。是啊，平儿，这宝贝你自己用，将来娶媳妇、生娃娃都用得着，给我们2个老棺材梁子不值当。这藤蔓就是给你们用的，要是你们也能修炼，身体康健，今后儿子在仙路上走，也能安心啊。不行，小时候家里穷，没能给你好的，如今你有仙缘，我们怎么能再拖累你？拿回去，再提这事，我跟你急。爹娘，你们听我说，这5行阴灵藤我种了一大片，少说也有30-40株，这2株只是其中长得最好的，特意给你们留的。我那儿还有的是。30-40株，平儿，你可别为了哄我们吃药就瞎说。千真万确，这东西种下去长得飞快，这2株只是其中长得最好的。你们要是不信，等你们好了，我给你们看存货。要是真有那么多，那行吧。藤蔓成型了，形态比元惊天体内的伪灵根更加粗壮清晰。
成了。40年药性催生出的伪灵根，根基雄厚。爹，娘，你们也能踏上仙途了。1个月了，爹娘体内的阴灵藤伪灵根终于稳固，配合丹药已踏入炼气1层。接下来我也该为冲击筑基做准备了。倒也没有懈怠，做做准备，半年后入外门，也该给宗门发光发热了。敢问师兄，不是需要通过外门大比，选择前列的记名弟子才能加入宗门吗？怎么？宗门认为此举太过繁琐，限制了弟子们的发展，省去这步骤了。从3年前开始，宗门规则就定为，能在5年内踏入炼气3层的记名弟子，直接纳入外门。不对劲，外门人弟子的俸禄比记名弟子高出数倍，不经大比，宗门内恐生了大变故。别想太多，就像以前一样，你领你的俸禄，帮宗门做点事儿就行。对了，还有一事，杂役峰的管事李应勇失踪几年了？听说那小子和你关系挺近，失踪前还曾带你检测灵根，举荐你去百药谷，你可知晓他的下落？弟子不知，弟子和他不过是点头之交。以你这等实力，也确实不可能做下那等出格之事。好好修炼，切莫懈怠。半年后我来接你入外门。果然，宗门还在调查李应勇的事，不过无妨，等我突破筑基，一切问题都不再是问题。炼气9层大圆满，但这只是节点，我的目标在更前方的筑基。半年时间，除了修炼，我对傀儡术的练习从未间断，消耗大量珍贵木材和低阶兽魂，制作不同的傀儡。玉佩空间的药材成熟了一茬又一茬，我将成熟的药材拿去黑市，换了大量的下品灵石。3万灵石，距离筑基丹的市价只差2万多。我对身上的装备也进行了更新换代，值得一说的是无相面，它具有隐蔽效果，戴在脸上的薄如人皮，可屏蔽自附近以下所有修士的常规探查。各种符箓也是自己用来护身和战斗的依仗。半年之期只剩半月，也是时候去往一个更大的平台了。爹娘，元惊天，此物是1阶中品逆袭面，能遮掩真实修为气息。半个月后，执事过来，你们便假称是我的随侍仆从，一定要少言寡语，低调行事。属下明白。黑市老袁各说，筑基丹只有5年1次的幕后拍卖会才有，下一场要等整整4年，我等不起。李应勇失踪的调查如悬顶之剑，只有彻底融入宗门体制内，向上爬，才有活路。这是回禀师兄，此3人乃是弟子家中旧仆，跟随弟子多年，略通杂物。弟子想着入了外门，身边也需人打理琐事，便斗胆带上了。宗门若有规矩不可带仆从，弟子立刻遣散他们。无妨，外门弟子带几个凡人仆勇或低阶修士伺候起居也是常事，只要安分守己，不惹麻烦便好。跟上吧。多谢师兄。姓名：陈平，修为：炼气3层。滴血。此乃你的身份玉牌，亦是洞府禁制令牌，收好。
遗失或损坏，须以贡献点补办。身后3人报上姓名来历，登记为随侍仆役。赵宁，剩下的规矩你跟他讲。是，刘师叔。入了外门，便与杂役风不同，规矩自然也多些，你需谨记。请师兄指点。1、每年必须完成至少1项宗门任务，任务堂会定期发布，量力而行，但不可不做，否则轻则扣除俸禄，重则逐出外门。是，师弟明白。2、宗门若发布征调任务，无论内容为何，无论你在何处，接令后必须立刻前往集结，不得以任何理由推我拒绝，此乃铁律，违者信同判门。征调任务，这4个字背后透着浓重的希味与炮灰感。看来青云宗的外部环境绝非表面这般太平。记住便是。3、宗门内部严禁及弟子间私斗，若确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可申请上斗法台解决。私下争斗，伤及同门根本者，无论对错，一律严惩，废去根基，逐出宗门。当然，外门弟子亦有相应福利。其一，每月可领取2名下品灵石，1枚洗髓丹，此乃固定俸禄。其2，你可自行前往青云峰下，挑选一处无主的洞府作为修炼之所。其3，完成任务可得贡献点，去藏经阁兑换功法秘术。其4，每月初1、15，传道殿有筑基期师叔公开讲法。2枚灵石，我储物袋里堆着3万块。不过，独立的洞府和藏经阁的功法，倒正是我急需的护城河。多谢赵师兄悉心指点，师弟铭记于心。同门之间理应如此。走吧，带你去青云峰选洞府。这落脚之处可是大事。那边向阳坡上灵气尚可的几个，前几日刚空出来，你可以考虑。师兄，我想再看看。陈师弟，你确定选这里？此地太过偏僻，灵气稀薄。你看这外面10亩荒地，土质干成这样，想种点灵骨都难，得不偿失啊。师兄，师弟根基浅薄，此地虽然灵气差些，胜在平静，无人打扰。外面这10亩地，师弟慢慢拾掇，种点好活的灵药补贴修炼，清苦些，总好过与人争抢，惹来是非。荒地，贫瘠，简直是天赐的宝地。这巨大的山岩遮蔽了一切视线，偏僻无人。只要关上门，这10亩地配后的黑土地空间，就是一座源源不断的灵药兵工厂。陈师弟，今日之言出我口入你耳，宗门近来不太平，选一门知道吧？西北那个与我们青云宗比邻的宗门。略有耳闻。哼，就是这群狼子野心的东西，会争夺边境新发现的一条中型灵石矿脉。
悍然撕毁了两宗维持100年的和平约定。3年多前，他们便已开始不断袭扰我宗矿脉驻点和边境据点，不断折损我宗弟子。此等深仇，岂能不报？1年前，宗门高层震怒，已正式下达谕令，向玄一门宣战。如今两宗边境区域已是斗法不休，冲突不断升级。宗门抽调了大批精锐弟子前往前线，外门人手也因此变得紧缺，这才有了降低门槛、广纳记名弟子入外门的举措。我告诉你这些，是让你心里有个数。外门任务堂里那些奖励丰厚的任务，尤其是需要离宗远行的，十有八九与前线有关，风险大。你根基尚浅，切记，能不去远离宗门之地，就千万别去。老老实实接些宗门内部的看守、巡山、种植之类的杂物，虽贡献点少些，胜在安稳。莫要一时冲动，断送了斗机。宗门大战，难怪会饥不择食的扩招。前线如同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外门弟子填进去，连消耗品都算不上。蛰伏，必须蛰伏。爹，娘，袁今天，我们进去吧。此地偏僻，正合我意。灵气虽弱些，但胜在无人打扰。外面那片荒地，待我稍加整理，引些灵泉水灌溉，再弄点领土改善，未必不能种些东西，至少安全。每一个任务背后，都透着惨烈的味道。这300、500的贡献点，是用命填出来的。一个安全任务，平均15天得3点贡献，兑换筑基丹需要3万点，完成1万个任务，不吃不喝需要410年，此路不通，去前线搏命更不可能，必须寻找其他途径。听说了没？下个月宗门秘境要开了，我决定报名去碰碰运气。你疯了？那里面妖兽横行，危险得很。怕什么？富贵险中求，只要能在里面采到1株筑基丹主药，带出来上交宗门，就能直接换取1枚筑基丹。比起去前线当消耗品，我宁愿去秘境里搏一把。远离秘境，采集主药，按比例兑换，这才是适合我的路。远灵秘境，三国交界古老山脉深处，10年一开，仅限筑基以下修士踏入。真元果、炎阳果、紫荆花，皆是炼制筑基丹的核心主药。数十个宗门的炼气修士同场角逐，同门倒戈，暗箭难防，非实力强横者慎入。宗门建议，炼气9层及以上方宜考虑。入秘境者，福祸由天。不论如何，该冒的风险就得冒。这也是短期内我能获得筑基丹最简单、风险最小的渠道。我5行废灵根的资质，1枚筑基丹绝对不够。秘境中采集的药材越多，换取的筑基丹就越多。更何况，我如今已是炼气大圆满。姓名，何事？陈平，报名参加远灵秘境。炼气3层，是，
要报名远灵秘境？是。姓名：陈平，洞府编号：青云山，丁字172号。修为：炼气3层。拿着，这是你的秘境信物。1个月后卯时3刻，山门广场集合，过时不候。规矩都知道吧？福祸由天，所得药材出秘境后，需按规矩上交兑换。知道。行了，走吧。3万多下品灵石，对我而言暂时失去作用。为了秘境，为了筑基丹，必须全部花光，购买符箓，品阶越高越好，数量越多越好。接下来的几天，我幻化不同的身份样子，在青云宗黑石内购得不同种类的附录，有攻击类、防御类、遁逃类、隐匿辅助类等。为不久后的秘境开放做足了准备。500张1阶极品符箓，火蛇、冰锥、金甲、神行、莲息，涵盖所有战与辅助方向。3万灵石，以尽数战斗，以尽数化为这堆底牌。30张2阶下品符箓，每一张都价值500灵石以上，这是能越阶杀敌、扭转乾坤的利器。远离秘境，炼气及修士的修罗场。但为了筑基丹，哪怕前方是深渊，我也必须跨过去。爹，娘，接下来一段时日，我要离宗一趟，归期不定。平儿，不管去哪儿，不管干啥，记住一条，保命要紧。打不过就跑，不丢人。只有囫囵个回来，才有往后。娘小的拦不住你，带着，饿了垫吧一口，千万小心，遇着凶险别逞强，能跑多快跑多快。孩儿记住了。大人放心，只要我袁惊天还有一口气在，庇护老爷夫人周全，除非我倒下，否则无人能动二老分毫。有劳了。
老夫姓秦，负责护送尔等前往远灵秘境入口。规矩想必尔等早已清楚，老夫只再强调几点。其一，秘境之内危机四伏，保命为第一要位，莫要贪功冒进。其二，遇险可寻求同门助力，但人心叵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其三，秘境开启时限2月，时间一到，必须赶往中心区域凌云峰传送阵，过时不候。其次，地图预检中标注的绝险命地严禁靠近，违者绝无生路。其五，入口传送随机，落地后尽快寻同门会合。其六，采摘所得筑基丹主药，出秘境后统一上交，10份主药，换取1枚筑基丹。宗门不立赏赐，登船。60多人都是炼气后期精锐，此行凶险万分。抵达，准备下舟。入口空间变动不稳，每次仅容3、5人同时进入。记住老夫所言，2月后凌云峰顶。现在进！什么？炼气3层？一个炼气3层也敢混进这等绝境，这不是自寻短死吗？还是说这小子身上藏着什么底牌？好浓郁的灵气，这等环境，难怪能孕育出那些天才地宝。随机传送，果然偏僻，距离核心的凌云峰只剩半个月脚程。紫金花，筑基丹3大主要之一。才入秘境半天，竟能遇到此等机缘。没有妖兽守护的灵药，绝不可能。但神识探查了数10次，水下确实只有死泥。运气不错，3株紫金花，神识扫过，竟然真没有妖兽守护。小心点儿，别弄坏了花瓣。
啊！二师兄，是独爪巨蛙，二阶下品妖兽，跑，赶紧跑！二阶下品妖兽，炼气九重，在他面前不堪一击。那个逃走的神霄派弟子，气息紊乱，灵力透支。最重要的是，他身上带着一株紫荆花。青云宗的杂碎，炼气3层，莫非你也要劫道不成？区炼气3层蝼蚁，也敢跟踪老子？正好，老子一肚子火没处撒，就拿你这不知死活的废物祭剑！一阶极品火蛇符，3掌！雷霆夺宝，生死搏杀，这种游走在刀尖上的感觉，对心境的冲击确实不小。第一份主要到手，宗门规矩，10株主要换1枚筑基丹。这远灵秘境步步杀机，但也是踩着他人肩膀向上爬的绝佳套板。1周时间，耗费2张1阶极品冰锥符，才拿下这株紫荆花。算上之前抢来的，共有3份主要，距离兑换筑基丹所需的10份，还差整整7份。
真元果，筑基丹最核心的主药，百年开花结果，一树通常只结一果，这株竟有整整6枚，抵得上12份其他主药。没有任何生命气息，天助我也！连树带果全部移植到黑土地空间。布阵等了一整天，总算钓到一条不算小的鱼。青云宗的小子，把身上所有储物袋和采摘的灵药交出来，然后自费修为。爷爷可以考虑给你个痛快，否则让你尝尝被活埋的滋味。我教，别动手！去，把他的储物袋拿过来，小心点儿，别让这废物耍花样。不好，12阶符箓，快退！消失了。是盾符？不，没有空间波动，他去哪儿了？不要被他骗了，他还在阵法里，所有防御手段全部施展，背靠背结阵，把他给我揪出来，挫骨扬灰。8个人解决了3个，外面还有5个炼气9层结成了铁桶阵。2阶符箓只剩27张，硬拼的话，要敲碎后土宗的乌龟壳，至少需要近100张1阶极品符箓进行灵力压制，再辅以7、8张2阶符箓进行致命打击，代价太大。逃跑意味着放弃那6枚真元果，筑基丹的核心主药。错过了这次，或许此生再无机缘。在那里，解决他！
土币！不过如此，耗死他！等他符箓打完，就是他的绝路。斩断藤蔓，加固土壁。该死！他到底有多少符箓？再这样下去，我们体内的灵气被耗空，全得死在这儿。5、6、10张1阶极品符箓，近3000灵石，半盏茶就砸干净了，不能等了。符宝，封印了法宝部分威能的底牌，能逼我用出此宝，你也算死得所属了。给我破！分头走！无视特定地脉属性的依赖，强行转化本源养分。这黑土地简直是造物主的手段。用不了多久，这2枚果实就能彻底成熟。来！千年元雷杵，炼制雷属性法宝的顶级材料，但中心那几个大圆满强者的气息，死死锁定了主烛，根本无法染指。千年元雷柱的新生笋，虽然不能炼气，但它蕴含本源生机，是活的。只要挖进黑土地，切，蠢货！挖那玩意儿有屁用？离了这雷崖，不出3日就枯成干柴。青云宗，白月，此竹归我青云宗了，谁有异议？走，去凌云峰。冷师姐，下面好像还有个外门师弟落单了，要不要？不必，道途艰险，各安天命，他有他的路。白月一剑镇压群雄，青云宗的底蕴远比我看到的要深。果然可以。黑土地的规则能完美替代天雷淬炼与特殊岩层。
蔽手段对蛇雷的热源感是无效，甩不掉，只能用那个办法。传送阵，退！一阶极品灵金战魁，整整20具，这不是传承地。这是绝杀的坟冢！56掌，极品符箓。有禁制保护，他伤不了我们。青云宗的仙子脾气还挺烈，你倒是再刺呀，爷就站这儿让你刺。这破损的法袍倒是别有一番风态，凉快，正好让大伙儿都开开眼，见识见识安理国4大极品美人的身段。我能一剑斩杀强敌，却斩不碎这禁制，更堵不住这无邪精无秽的眼睛。是他，那个被我拒之门外，我认为自不量离的炼气3层外门师弟。多谢。不能停，停下会被这压力直接碾碎。
速成的炼器大约满，灵力庞大却松散。这阶梯的压力，正好是一把锻造的巨锤。魂压，直接碾压神魂。你叫什么名字？为何宗门从未见过你？有缘自会知晓，不要放在心间。费尽千辛万苦，只有这些破烂。全风化了。管它是什么，还有生机就行。耗费阵法保存4具尸体，这算哪门子的傀儡区？地阶下品，直指傀儡本源的秘术。以活人为栏目，重塑伪魂，这根本是禁忌。
复活，一人至傀儡之躯重生，这根本是在染指造物主的权柄。前辈得罪了，受你秘术便应你之情，至于能否成功，看造化吧。好恐怖的增幅！仅仅1个周天，速度比平时快了50%以上。极品辅助法器，天阶九阳又阴经残卷，天阶功法。姓名，所属风头。陈平，万门弟子。执事殿。10份主要无误，符合兑换1枚筑基丹的条件。登记已完成，回去等候通知吧。陈平，正是在下，不知执事师兄有何吩咐？关于你的筑基丹兑换，丹药暂时没有，现在不能给你。所谓的排队，恐怕会排到天荒地老，这就是托辞。请问师兄，这是为何？宗门规定，上交足够主药即可兑换筑基丹。规定是规定，但宗门的筑基丹炼制分配自有章程。目前库中存丹有限，需优先供给核心弟子及对宗门有重大贡献者。像你这样的普通外门弟子，需要排队等候。那需要等多久？这个嘛，不好说，短则数月，长则几年也未必可知。毕竟比你资格老、贡献大的师兄师姐们，也都在等着呢。那师兄此来，想必不是单纯为了告诉我需要等待吧？宗门考虑到你们这些新进弟子求道心切，特此给你2个选择。第一，就是继续等宗门炼制出新的筑基丹，并按章程轮到你时，自然会发放。时间嘛，我刚才说了，不好说。第二，你可以选择将此次兑换筑基丹的名额转让给李家，作为补偿，李家会给予你一笔丰厚的资源，足以弥补你的损失，甚至让你在炼气期修炼得更为顺畅。你可以直接与李家的人商议补偿的具体内容，这样你无需漫长等待，立刻就能拿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然，什么排队等候？真正的目的是让没有背景的外门弟子将用命换来的筑基机会，自愿让渡给有靠山的家族子弟。愤怒是最无用的情绪，我需要实际的好处。多谢师兄告知，我选择第2条路，烦请师兄安排，我与李家的人谈谈。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在此等候，李家的人稍后便到。
陈师弟，冒昧打扰了。在下李茂，李家长老之一。听闻师弟高义，愿将筑基丹名额汇让我李家。李某感激不尽。李师兄言重了，折煞师弟了。陈师弟快人快语，李某也不绕弯子。一枚筑基丹关系重大，对我李家而言，意味着多一分筑基的希望。师弟深明大义，我李家绝不会亏待于你。此乃2000枚下品灵石，这3瓶乃是凝元丹，共30颗，对于炼气后期弟子精纯灵力、稳固修为大有复益。市面上一丹难求。这巨简中记录了我李家一位先祖在筑基前的一些修炼心得和突破体悟，虽非功法秘术，但其中经验对冲击筑基境或有裨益。2000灵石，30颗凝元丹，一份筑基心得，此乃我李家的一点诚意。不知陈师弟意下如何？若师弟觉得还有不足之处，尽可提出。只要在李某权限之内，都好商量。凝元丹，比之鸡肋还鸡肋。有玉佩黑土地空间，这些资源我要多少有多少。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不知师弟是何想法，都可以提出来。这交易嘛，自然是双方满意为好。师弟不妨开门见山，也好让我好做。这些东西确实对我无用，不过嘛，有一件东西对小弟来说还算有用，对于师兄来说，获取的方式也不算难。我需要筑基丹方，完整的筑基丹方。